尹锡悦向日本太阳旗下拜，这一刻满足了拜登，却葬送了自己的前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拜登政府的推动下，韩国与日本关于强征劳工的赔偿问题获得解决，这是美国东北亚外交战略的一次收获，为韩国和日本关系的改善打开了大门。然而，伴随着耻辱外交、吃播外交的批评声，韩国总统尹锡悦在抵达日本之后，又发生了向日本太阳旗鞠躬的特写画面，让韩国人的心灵再次遭到重创。虽然日本首相尹锡悦同样是把手放在胸前，向韩国和日本国旗行礼，但是日本人转播的画面刻意将韩国国旗遮挡，看起来就像是尹锡悦在向日本的国旗鞠躬。如果这仅仅是发生在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礼仪性错误，当然问题不大，但是在日本媒体的刻意渲染下，麻烦可就大了。由于韩国与日本存在着历史夙愿，这个就成了荒谬可笑的耻辱性场面，已经在韩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国内多名共同民主党国会议员高举着标语，表达对尹锡悦背叛国家的严重不满。在韩国人看来，这是韩国外交历史上极为尴尬的灾难性时刻。抗议现场的标语上写着：尹锡悦给国民带来了耻辱，韩国没有未来。尹锡悦不是韩国总统，而是日本人。韩国政府替侵略者说话，践踏民意，希望尹锡悦不要从日本回来，等等。如果你以为这些现象对于尹锡悦来说只不过是一些小闹剧，完了就会过去了，那你可就想错了。从韩国总统的角度来看，化解韩日矛盾，满足美国在东北亚战略布局的需要，当然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从尹锡悦对日本强征劳工案所采取的由韩国基金会作为第三方代赔的做法，再到外交礼仪上的不拘小节，对他本人而言都可能是一场灾难，后果很严重。首先，尹锡悦低估了韩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千年夙愿非一次低头能够化解。直到今天，一些网友还记得韩国人在日本大使馆前举刀切手指头的画面，看起来非常血腥。韩国与日本还有着对独岛的领土争端，双方在慰安妇问题和强征劳工问题上的矛盾仍未化解。韩国与日本是千年的世仇，韩国崛起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很多韩国民众的自信心是极度高涨，所以韩国现有的民意不是向日本服软，而是能够在韩日竞争中压日本一头，让日本对侵略历史认罪赔偿，就是韩日关系缓和的前提条件。第二，日本缺少诚意，会伤害了尹锡悦。虽然这次韩国和日本关系的改善是美国在背后力推的结果，但是在表现形式上，我们看到的只是韩国做出了让步，日本没有对强征劳工的问题进行赔偿，甚至否认存在强征劳工的历史问题。按现在的处理结果，尹锡悦等于是告诉日本人，韩国做错了，拿这件事敲诈勒索日本。所以尹锡悦最近的言行只代表了韩国政府和他自己，并不代表韩国民众的意愿，这为将来韩日关系的恶化埋下了伏笔。如果美国人真的有外交技巧的话，此时应该让日本人主动给韩国总统一个台阶下，但日本偏偏以自己的利益为上，可见双方的矛盾是很难化解的。第三，尹锡悦低估了韩国的青瓦台魔咒，其被清算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韩国是一个政坛内斗非常激烈的国家，其历史上的总统能够善终的极少。尹锡悦现在的支持率不足40%，但他在处理韩日关系时仍敢挑战韩国的民意。此外，他还听信风水大师的建议，将总统府从青瓦台搬离，这就是妥妥的神棍干政。只要看看朴槿惠的下场，就明白今后会发生什么事儿。第四，韩日向美国争统时，
尹锡悦不明白，美国早已经偏心日本。尹锡悦的天真还体现在他根本不明白美国对待韩日的差别。在美国人眼里，韩国只是一个需要美军保护的对象，在围堵中国的问题上，其作用相当有限。而日本则是美国在东北亚遏制中国的桥头堡，二者的地位不一样。所以韩国需要认清现实，最好的选择是在中美之间走平衡路线，处理好与北方兄弟的关系，而不是一味的强化与美日之间的军事同盟，因为美国只是在利用韩国。总体而言，尹锡悦推动改善与日本的关系，虽然对韩国有一些好处，但是在操作过程中缺少技巧，没有坚持底线，伤害了韩国民众的感情，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构成了严重威胁。韩日关系的解决必须是以日本向韩国赔偿道歉为前提，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它的麻烦还在后面。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